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关西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靖康？手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煮粥能得几手？春风有雨，江南云海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寒塘土登高，指南秋湖落曲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正抚今白头。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关西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14回，宋初集权。在经历了动乱的5代十国后，宋皇朝成为了新的华夏政府。50多年的战乱，简直把喵民们折腾得够呛。而这一切的主要原因，可以说就是政权频繁更迭导致的。作为一个新的统一皇朝，宋必须改变这个问题。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宋的开国皇帝身上，他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喵。对于皇朝的短命魔咒，匡胤喵决定破除它，所以他必须做一件事，那就是集权。在宋朝以前，皇帝虽然是老大，但下面还有个宰相。宰相分别管理着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尚书省3个重要政治机构。中书省管起草，今晚吃饭，我觉得可以吃炸鸡。门下省管审核，通过，要加孜然那种。尚书省再去执行。收到，我去买鸡肉，我去烧油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宰相涉及了国家的一切大事，可以说权力巨大。可到了匡胤喵这儿呢，宰相就得靠边站了。是的，从宋朝开始，匡胤喵就要求宰相和大臣们都站着汇报工作，然后还分别设置了枢密院来管军事，设置了三司来管经济，最后中书门下来给宰相管行政。这么一来，宰相的权力瞬间大幅度缩水。但这还没完，为了分宰相的权，匡胤喵还给增加了副宰相，并在各个部门都安排了更多的官员。经过这些手段，宰相彻底沦为了打工仔。而同样的，军队也不能幸免。5代十国之所以混乱，其实就是军队一不爽就造反。看你平时挺拽呀，小兄弟，叫爸爸。匡胤喵也是这么上来的。所以宋朝建立没多久，匡胤喵就把禁军最高统帅这个职位给取消了。
接着又把原来的殿前司和侍卫司2个军事部门换成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3个部门，3个部门将领互相牵制，隔三差五还调动来调动去。而且士兵平时跟着将领出去打仗，回来后则不归将领们管。全体到这边集合。也就是说，将领只负责带兵出去干架，但带多少兵和带哪些兵都得听皇帝的，而且将领还得归文官们领导。真是被吃得死死的。这些手段下来，无论是文官还是将领，都失去了与皇帝叫板的可能。黄隐喵成了无上权威，而要说被打击的最狠的，还得是地方武将。啥？我们也……黄隐喵可是一点不手软。地方要造反，必须得有军队才行。于是黄隐喵干脆就在地方征兵。明天来报道。每年从地方把最强壮的收中央部队去，然后把老弱士兵调到地方，同时也派文官去当地方的领导，还顺便要求地方税收也要交到中央。这兵不行，钱没有，想造反都难了。就这样，在黄隐喵的一顿操作下，宋朝的统治得到了极大的巩固。至此，天下再无分裂割据，喵民们终于再次过上了安定的日子。然而，就在国家政权逐渐稳定的时候，一场皇室内的阴谋却正在悄悄酝酿。那新兴的宋朝又将经历什么呢？下一回烛影斧声要记得来看哟。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靖康？守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乱上如舟能得几愁？春风有雨，江南云海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看唐古路登高，指南愁葫芦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正抚今白头。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潋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
日和2万公守天伦。第115回，烛影斧伤。在赵匡胤喵的改革下，宋皇朝完成了进一步的中央集权，巩固了这个新政权的统治。可就在一切稳步发展的时候，匡胤喵却离奇的挂了。而他的死牵扯到了一个喵，他就是匡胤喵的弟弟赵光义喵。光义喵是匡胤喵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匡胤喵老二，他老三。爱你三弟。二哥，据说哥哥出生时红光满屋，他出生时也一样。香香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不准质疑。因为老赵家是军官家庭，光义喵成年后自然也就跟着当了兵，嘿嘿，但似乎没啥成绩，不仅战斗力一般，更没啥战功，在能征善战的哥哥面前确实只是个弟弟。不过在哥哥的提携下，光义喵还是获得了成长的机会。弟弟莫慌。在宋朝建立后，哥哥出去打仗，亲爱的弟弟，哥哥出去打架了。光义喵就留下来看家，等你回来哟。后来还当上了首都市长。嘿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仅掌握了一定的兵权，也积累了不少的政治经验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有了争取继承皇位资格的心思。为了皇位，光义喵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例如招揽才俊，来，别插队。例如拉拢大臣们。走啊，去我家玩玩呀！哎呀，有啥需要帮忙跟我说。还养了很多手下在家里，只要有能力，甚至连罪犯他都敢收留。这些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反正就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。这么明显的事儿，自然是有喵去打小报告。老板，我觉得要小心他呀。可惜哥哥并不在意。不准说我可爱弟弟坏话。就这样，光义喵的地位提升到了仅次于哥哥匡义喵的地步。不过皇帝位还是不一定会传给他的，毕竟有哥哥匡义喵的皇子在呢。这对光义喵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公元976年10月19日夜里，大雪纷飞。光义喵进宫与哥哥喝酒，在烛光下，房间内只有他们兄弟俩。那天夜里，究竟谈论了什么，也没有谁知道。但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宋的开国皇帝在那晚之后离奇的死去。而皇帝死亡，首先被通知的却不是皇子们，而是另一个喵，他就是弟弟光义喵。此刻的光义喵在地位与势力上已经没有谁能与之抗衡，他很自然地坐上了皇帝的位子，这也就是宋的第2任皇帝宋太宗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光义喵上位后做了大量工作，例如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，哎呀，例如解除一些元老的权力等等。下岗。但同时，光义喵也大力发展科举，逐渐让文官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职位。
彻底结束了武将威胁皇权的局面，确立了宋朝以文官统治国家的国策。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，确实让民生经济和文化得以快速发展。但光义喵过度打压武将的做法，也破坏了哥哥匡义喵设计好的军事平衡，致使武将地位下降，从而导致宋朝的军事力量日渐衰弱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而此时在宋的北面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，那就是辽。这个曾经被赶回北方的政权，此刻又在上演什么故事呢？下一回萧后兴辽，要记得来看哟，喵。勾栏蛙射轮庙堂，翻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靖康？舟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煮粥能得几愁？春风有雨江云海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寒塘土登高，指南愁葫芦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筝抚今白头。勾栏蛙射轮庙堂，翻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个个。落日和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16回，萧后兴辽。在经历完制度改革和皇位更替后，宋朝的统治终于稳固了下来。然而，在它的北边，还有一个敌对势力，这就是契丹喵们建立的辽朝。在五代十国时期，契丹喵们经常南下掠夺汉喵们。他们不仅拿走了汉喵们的燕云16州，还曾经入侵过整个中原，可以说称霸一时。可惜也就风光了一会儿，后来吃了败仗，契丹喵也就撤回到北边去了。从那时起，辽朝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。辽皇帝要么被干掉，
要么只知道享乐。反正辽的朝政就是搞得一团糟。幸好这时一位政治家的出现，大大的推动了整个辽朝的转变。他就是承天太后萧绰喵。萧绰喵光出身就十分尊贵，爸爸是辽朝大官，妈妈则是公主，简直贵气爆棚。后来他爹还因为帮助皇帝上位有功，官职更是蹭蹭蹭的往上升。而作为功臣的女儿，萧绰喵自然也就进宫做了妃子。当当，很快又成了皇后。萧绰喵的老公其实是个不错的皇帝，他很有治理好国家的热情，但却是个病秧子，所以让萧绰喵帮着处理政务。然而这个情况却引来了一些奸臣的不满。呀，知道厉害。幸好他们并没有起到啥作用，皇帝反而强调了萧绰喵的地位。以后皇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这倒是搞得奸臣们自己被收拾了。在萧绰喵的配合下，皇帝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。加油！不仅辽朝内部稳定了不少，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。眼看着一切都挺好的，嘿嘿，可病秧子皇帝突然就病死了，留下个12岁的小崽子。这简直是谋朝篡位的经典剧情啊！幸好还有萧绰喵在，临危不惧的他，先是下令削去诸王们的兵权，回家待着，没通知不准出来。接着又把他们的老婆扣了起来。走，皇后请你去喝茶。诸侯王们真是被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经过这些手段，小皇帝才顺利得以继位。而老公虽然死了，国家的改革可是不能停的。确实。于是乎，萧绰喵遵循着原定的路线，正式临朝听政。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。当政后的萧绰喵更加着力于国家的改革。辽朝的乱，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央权力不够导致的。贵族们时不时就想搞事儿，看我是不是更适合当皇帝呀？我觉得我也可以。为了解决这个病根儿，萧绰喵上来就要搞定贵族们。不仅没收他们的军队和奴隶，还把最强的士兵调配到中央。这么一来，贵族们也就失去了对抗中央的资本。而面对百姓们，萧绰喵更是加大了改善措施，例如减免赋税、奖励开垦等等。整个萧绰喵当政期间，辽进一步学习汉政权的统治理念和方法，使契丹社会在经济、文化层面上迅速发展。自17岁开始，萧绰喵就参与政务，不仅辅助了辽朝2代皇帝，还实现了辽朝的中兴。可以说是位极其优秀的政治家。然而，辽的发展必定关系到相邻的宋朝。面对强大起来的辽，宋又将如何应对呢？下一回《澶渊之盟》要记得来看哟。
勾栏蛙射轮苗荡，翻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生津如常，何日说健康？守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，暖墙烛中能得几秋。侧风有雨，江南云海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海棠土登高，指南愁葫芦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镇附近白头。勾栏蛙射轮苗荡，翻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17回，澶渊之盟。宋虽然是一个统一王朝，但疆域却并不完整，因为有很大一块土地其实在北边的辽国手中。可以说，自5代十国时期落入到辽国手中后，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都想夺回这片土地。到了宋朝也一样，而如今的宋朝统治者正是他的第2任皇帝光义喵。嘿嘿，光义喵虽然是皇帝了，皇帝，但他有点虚，因为皇帝位是因哥哥匡义喵离奇死亡才拿到手的。既没有战功又不合礼法的他，难免有点镇不住场子。我觉得就是他干的，我也觉得，你觉得啥也不行，啥也不对。于是乎，把土地从辽国那里拿回来，成了他立威的重要事项。绝对要找回草原。其实，在刚上位时，光义喵就主动打过一次辽国，给我打过去！好，可惜打败了。还逃得很狼狈。在那之后，宋辽两国因谁也吃不掉谁，平静了一段时间。那么，又是啥事情让光义喵又觉得自己行了呢？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消息，老大啊，辽国那边的皇帝挂了，而且只留下了12岁的小崽子和年轻的太后，这让光义喵十分高兴。嘿嘿，很好，孤儿寡母我最擅长啦。然而，他只知道辽国的新皇帝小，但却不知道新皇帝有一个厉害的老妈。是的，这就是承天太后萧绰喵。萧绰喵虽然年纪轻轻，嘿嘿，但手段却很高明。嘿嘿嘿嘿嘿，在他的治理下，辽国不仅重整旗鼓，
实力还更强了。不过这个情况，光一喵似乎并不知道。哎，就这样，30万宋军分3路开向辽国。喂，出发吧！是。面对宋军的挑战，小丑喵并不慌乱。他先是通知前线的军队，先跟他们耗着。收到。白天装作一副要进攻的样子，让宋军不敢轻举妄动。晚上又派出小部队骚扰宋军，使得宋军不敢睡觉，还派兵专门攻击宋军1、2个队伍，搞得宋军吃饭都成问题。然后自己和小皇帝带着援军亲自赶往战场，全速前进。而宋军这边呢，只能说不止有点惨。本来辽军就已经不好对付了，而他们则还有一个糟心的事儿，那就是光一喵。光一喵既不敢亲自上战场指挥，又信不过前线的武将，于是他就在京城远程遥控。上啊！来这边，收兵！往那边打！你要知道，战场可是瞬息万变的，将领们自己指挥呢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那是违抗圣旨。且慢，陛下还没下达这个命令呢。可要是硬等到光一喵发指令过来，报告，皇上说可以进攻了。形势又早就变。我等着进攻不了了。反正就是搞得前线宋军混乱的不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宋军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。等小丑喵的援军一到，宋军一下子就崩溃了。光一喵的北伐终究还是以惨败收场。Game over。这一仗打下来，宋朝的精锐力量几乎全部打光，从此再也无法对辽发起大规模进攻。而辽国之后虽然几次进攻宋朝，也没占到便宜，双方在边境僵持了很久，终于在公元1004年决定和谈，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。澶渊之盟的签订，结束了长达26年的宋辽战争。此后，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，稳定的环境使两国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。然而，在和平之下，却有一股逆流在悄然崛起。他是谁呢？下一回党项崛起，要记得来看哟。勾栏蛙雪轮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
生静如常，何人说健康？舟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，暖香如中能得几愁。曾风有雨，江南明台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候？寒塘土登高，指南愁葫芦曲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筝抚今白头。勾栏瓦舍乱苗堂，断楼两院欢喜让。一语江山共谁来执掌？汴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个个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18回，党项崛起。羌是华夏西部一个古老民族，而在这之中，有一支渐渐崛起，这就是党项一族。党项族一开始是依附于大唐之下的。大哥，乖，作为一个小族群，在大唐的保护下，他可以免受欺负。拍下试试。可惜唐朝后来却乱了。唐末的起义把唐中央搞得焦头烂额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作为小弟的党项族却很英勇地帮了唐朝老大哥一把。上，保护大哥！因为这件事儿，大唐划出大片土地让党项去管理。干得不错，这里以后归你管了。谢谢大哥。这就是党项一族发展起来的起点。虽然在唐之后的5代时期，中原老大哥不断变换，但党项族基本保持着在领地范围内自治的状态。即便到宋朝建立，也依然如此。然而，一个事件的发生却改变了这个状态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，党项族的老首领挂了，但因为儿子小，就让弟弟继位。可是呢，弟弟却不受待见。你绝对不行！就是蠢货一个，没错。族内就因为这事儿打了起来。混蛋，长得好看。这就是党项族的内讧事件。这个事件里，新首领其实挺惨的，不仅自己喵不支持他，下台，下台！宋王朝也想趁机插手。我来帮你搞定吧，乖乖听我的就行。真的好烦啊！于是乎，他干脆做了一个决定，这就是把领地给宋朝。大大象啊！怎么说呢？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喵啊！不过，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，而是一个反对他的喵。他就是李继迁喵。继迁喵的祖上是党项一族的英雄，他从小就聪明，10岁出头就射死了一只老虎，12岁的时候已经当官了。可以说，在党项的这片大地上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是，新任首领却打算把土地交出去，这就让继迁喵非常生气了。说给就给的嘛！于是乎，
他带着10几个小伙伴决定出走，气死我了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！老大小点声，而且还到处召集不满宋朝的党项喵们，你受够了吗？快起来反抗吧！然后组成了反宋势力。耶！不过这个势力确实有点小，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。不仅经常挨揍，快上！连老婆和老妈都被宋朝抓走了。儿子，是真的打不过呀。不过他并没有放弃，有梦想，谁都了不起。所谓仇敌的仇敌，就是战友。宋的死对头，那绝对是辽国啦。虽然宋辽两边谁也吃不掉谁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你好，不缺钙，但彼此看不顺眼还是有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基于同样不爽宋朝，辽和季千喵于是瞬间看对眼。季千喵认辽朝当老大，老大，好说。辽朝则给钱给装备。从此，季千喵一边跟着辽朝打宋朝，休他！一边想待在宋朝的党项喵们收集情报，这样，和那样，然后里应外合打宋朝，休他！宋朝原本光是对付辽朝就头疼的不行，现在还要对付季千喵，简直身心疲惫。头大。公元997年，被闹得没办法的宋朝最终妥协，同意把党项族的领地归还季千喵管理。党项族失去了15年的土地，这才回到自己手中。而这也奠定了党项族未来发展的基础，使一直依附着中原皇朝的党项族开始发生转变。此后数十年，党项族开始不断向西部扩张，势力也越来越庞大。那么，作为在宋辽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力量，党项的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呢？下一回元昊立夏，要记得来看哟。勾栏蛙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靖康？九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如粥，能得几愁？春风又雨，江南云台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虹？寒塘孤独登高，只难愁葫芦聚金瓏。
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镇附近白头。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语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时日夜忙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烧天乐。第119回，元昊立夏。经过对抗，党项族成为了宋、辽间的一股割据力量。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党项族一边对宋朝客客气气，大哥好，大哥妙，大哥呱呱叫，嘿嘿，一边又保持跟辽朝眉来眼去。有机会咱们一起玩。反正就是左右逢源。Hi baby， 这倒是搞得宋、辽两边都想争取他。辽给好处，哎呀，怎么说都是个腕儿了，以后你就当王吧。宋也跟着给。没错没错，做个王吧。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的大前提，党项一族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。话通。而发展的重任也传到了第3代领导者肩上，他就是李元昊喵。嘿嘿，硬要说的话，元昊喵的出场还是挺传奇的。他刚出生第2年，作为族内领导者的爷爷就挂了，他爹成了第2代首领。元昊喵从小就爱看兵书，精通多种语言，善于思考和谋划，将军，偶尔还研究一下佛学。24岁的时候已经战功显赫，超强！就是很主角设定的那种。嘿嘿嘿嘿嘿，在当时，党项虽然实质上是个割据政权，但名义上还是宋朝的一个地方。为了取得发展空间，党项族依然保持着臣服的样子。大哥，喂，不仅接受宋朝的封号，还得跪着接受，这让元昊喵很不爽。在他看来，党项就该跟宋朝平起平坐，懂不懂啊？甚至说服他爹要反抗。爹爹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妥。可以说野心勃勃了。于是乎，上天就给了他实践的机会。 OK， 没问题。因为几年后，他爹死了。好儿子，我一直觉得你说的对，要努力哦。我先走一步。就这样，元昊喵正式成为党项族领导者。党项首领换届了，宋、辽收到消息后也马上过来拉拢。恭喜啊，李总！贺喜啊，李总！可元昊喵却没给啥好脸色，甚至还刁难宋的官员。因为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这就是建立党项帝国。从唐末到宋初，党项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附属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习惯上，很多党项喵都学着汉喵来，嘿嘿，穿汉喵的衣服，嘿，学汉喵的文化，嘿嘿。然而，这对于要建立帝国的元昊喵来说，就是不可以的。不可以！汉喵的造型，禁止。给你3天时间。换成党项喵的造型。汉喵有文字，党项族自己也要有。还规定对外文件需要2种文字都要有，
哎，麻烦快点，这还有。是。反正就是要突出党项自己的民族特色。嘿嘿。当然，要建立帝国，还是得抄汉喵们的礼乐制度，抄个低配版。官制，抄个低配版。兵制，这个嘛，需要认真抄一遍。经过了这种种改革，党项族的民族意识大大的得到提高，进一步摆脱了宋王朝的控制和影响，最终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国家慢慢成型。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夏。西夏的建立意味着宋王朝彻底失去了对党项族的领导地位，这无疑是对宋王朝底线的挑战。那么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宋又将有啥反应呢？下一回庆历和议，要记得来看哟，喵。勾栏蛙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着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健康？说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，暖香煮粥能得几手？春风有雨，江南云台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虹？太阳不登高，指南愁葫芦去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正附近白头。勾栏蛙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时日夜茫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20回，庆历和议。历经3代领导者的努力，党项一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，这就是西夏。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，党项族原本是宋王朝的小弟，可现在竟然要跟大哥平起平坐了，嘿嘿嘿，这当然让大宋气得不行。而这时大宋的皇帝已经到了第4代，他就是宋仁宗赵真喵。赵真喵13岁就当了皇帝，不过拍板的却是太后。要等到太后挂了，他才开始说得上话。
作为一个领导者，赵真喵一开始还是很认真的，上进。例如坚持每日上班，例如减少开支，砍掉。遇到天灾了，会拿出私房钱赈灾，拿去吧。谢皇上。就连衣服都不舍得买新的。这听起来简直是个明君呐！可惜这种热情也就坚持了1年左右。好累。没多久他就玩去了。不行了，这不适合我。没事儿就搞搞音乐，搞搞文学。英英自由自我，永远高唱我歌。对于宋朝的国防，则干脆交保护费了事儿。给北边的辽国花钱，给西边的党项也花钱，反正就是花钱买平安嘛。哎呀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然打起来你说咋办？可他没想到，党项这边竟然打算建国了。皇上，党项搞大事了！老子建国了！这下赵真喵就真的生气了，他这是想挑战我。于是乎，两边正式开火。西夏这边的老大是李元昊喵，在元昊喵的带领下，西夏军训练有素，而且还掌握了宋朝大量的情报，收到消息。可以说有备而来。而宋这边呢，完全一副自大轻敌的状态。切，小丑而已。就是。你要知道，因为长期花钱买平安，宋军已经很久没打过仗了。这突然要打起来，士兵们完全跟不上，打过来了！于是乎，第一仗 run。不行也得行，冲啊！打得头破血流。第二仗 round 2，别走，再打一次，冲啊！被打得丢盔卸甲。第三仗 round 不理了，上吧！同样被掀个底儿朝天。3仗下来，宋朝彻底懵了，而接连的战败又迫使宋不断增加军队。要养这么多人，那可是要很多小钱的呀。于是国家就不断向百姓收税，可收上来的钱呢，又大多落入各级官员口袋里，士兵也惨得不行。大宋简直头疼，怎么会这样？而西夏这边呢，虽然赢了，但也不轻松。毕竟宋夏两边家底儿不在一个档次上，长期打下去其实也耗不起。再加上还有辽这个搅屎棍儿，一开始支持西夏对抗宋，支持你啊，小老弟，弄他！等宋给了他好处后，快递到了。他又回过头来逼迫西夏停战，劝你见好就收，老实点儿。反正就是挺乱的。在这场斗争中，宋、辽、夏都被卷了进去。最终在三方相互作用下，宋、夏两国决定停战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和议。庆历和议是宋朝对外的又一次妥协。西夏作为极小的国家，却取得了对大宋的胜利，充分展现了他的实力。至此，宋、辽、夏成三足鼎立之势。庆历和议的签订，虽然使宋夏两国百姓免受战火困扰，但屡战屡败的宋王朝将何去何从呢？下一回，西宁变法，
要记得来看哟。勾栏蛙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今行？手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煮粥能得几秋？春风又雨，江南云台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寒塘独渡登高，指南愁福如取经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正抚今白头。勾栏蛙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声细奏一开歌。落日和两万共烧天乐。第121回，西宁变法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是宋王朝建国以后的基本政策。然而，这个政策在巩固政权的同时，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，这就是三冗问题。为了巩固统治，宋朝对内需要分权，于是搞很多官员，这个叫冗官；对外需要防止入侵，于是需要很多兵，这个叫冗兵；而养官养兵需要超多钱，这个就是冗费。三冗问题就跟一个漩涡一样，不断吞噬着国家财政。政府因财政不足而剥削百姓，快点，老实点，造成了国家积贫。百姓又因为无法忍受剥削而不断起义，加上辽、夏两国的侵扰，这就形成了国家积弱。积贫又积弱的状况，已经让宋朝到了危急关头。于是乎，宋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，而这也使一个喵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他就是王安石喵。嘿嘿，安石喵是个官二代，爸爸是个好官，哈哈哈，去到哪儿任职都为民着想，为民服务。妈妈也是个知识分子，所以安石喵从小就热爱学习。嘿嘿，因为父亲做官的缘由，安石喵观察到了很多社会问题，所以他也有为社会做一番事业的想法。为民服务，好儿子。安石喵非常专心研究学术，
而且还深入到基层做调研。可以说，这样知行合一的做法，使得他对事物的见解往往远超同时期的官员们。等到他开始当官，更是表现出了不凡的治理才能。而这样的表现自然引起了皇帝的注意。于是乎，在皇帝的任命下，安史喵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。来，大干一场吧！好嘞！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宁变法。宋朝其实是个大手大脚的王朝，无论是养皇帝还是养官兵，都很花钱。应对入侵更是能花钱就花钱。可以说，在宋王朝这里，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。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没钱啦。哭了。所以在安史喵看来，变法最重要的就是让国家富起来。全民搞钱。他主要做了3个方面。首先是抑制兼并，农民种地需要缴税，可一旦遇到天灾，可能就交不起了，于是就只能跟官僚地主们借钱，而一旦还不上，土地就会被官僚地主们兼并走。在宋朝，很多官僚地主是有不交税特权的。特权？于是乎，一方面农民无地，交不了税，交不上；而另一方面，官僚地主又有地，却不用交税，不用交，政府自然就收不上来税啦。于是安史喵规定，每年政府借钱给农民，有需要的快来。这样农民遇到天灾就不至于拿土地去抵押。而且安史喵还重新丈量土地，让大地主无法偷漏田税。税啥的要记得交足哦。是。另外，他还设了交钱代替服役的规定，免服役，免服役，使农民们可以换取更多种地的时间。这样一来，农民有地种，能交税，好嘞。大地主也交足税，国家税收就一下子多了起来。而且他还要求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，政府平时会储备一些生活物资，市场上物资卖不出去时，政府买回来存着，来吧。等市场上缺货时，政府则再卖出去给普通商户，以此来防止奸商们囤积物资，垄断市场，避免垄断现象的出现。再加上一系列强兵和选拔制度的改革，大宋王朝的社会矛盾得以适当缓解，国家财富的提升也十分显著，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大宋的颓势，喘过气来了。然而，安史喵的变法却触犯了多方势力的利益，推进的阻力十分巨大，而变法本身的问题也逐渐浮现。那么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能进行到最后吗？下一回元佑更化，要记得来看哟。
勾栏蛙蛇轮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健康？手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如粥，能得几愁？春风又雨，江南名牌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虹？寒塘不渡登高，指南愁葫芦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镇附近白头。勾栏蛙蛇轮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潋水东逝日夜茫，书声西奏已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22回，元佑更化。经过王安石庙轰轰烈烈的变法，大宋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，然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例如青苗法是通过政府借钱给农民们，使他们不用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被大地主兼并走土地。这本来是规定有需要才借的，但一些地方官员却为了业绩，要求所有农民都得借。马仙子，这是你的，拿着，听到没？哎呦，有些还提高利息，搞得农民们同样欠了一屁股债。还有牧役法，本意是让百姓通过交钱来免除服役。虽然解放了劳动力出来，但要交这个钱，对一部分农民来说还是很沉重的。而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税法则得罪了大地主、大官僚、大贵族集团。加上变法过程中，除了王安石庙品格高尚外，很多官员都贪污受贿，更是使变法的质量大打折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朝廷里分成了两派，一边是以王安石庙为首的变法派，另一边则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。保守派的领袖同样是当时的名臣，他就是司马光喵。光喵出身于书香世家，据说他是西晋皇族的后代，可惜家道中落，到他爷爷那辈儿才考上公务员。光喵从小就聪明，7岁时就因为救了小伙伴上了热搜。长大后的光喵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。进入官场后的光喵因能力出众，很快就成为圈中顶流，人气。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好朋友，是的，就是王安石喵。他们俩年纪差不多，又都是当时的大文豪，可以说惺惺相惜，天之遥。然而
政治理念上却完全相反。安石喵是坚定的变法派，认为国家只有变法才有活路，不变咋办？等死吗？而光喵则是保守派，认为违背传统会危害国家的发展。老祖宗定下的，是说变就变的吗？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，最终使两方撕了起来。你就是想搞事！你懂个啥？你这个顽固鬼！在当时，光喵为首的保守派有贵族和大臣集团的支持，加油！而安石喵呢，嘿嘿，他有皇帝，所以变法在皇帝的支持下强硬地推行了下去。可惜后来皇帝却挂了。这一挂，以光喵为首的保守派马上压过安石喵的变法派，冲了他们！哇！而且将之前的变法通通废除。这个事件的发生，使对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，两派之间从原本的政见不同，升级成了派系争斗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元佑更化事件。在这之后，变法派和保守派随着政局的改变而轮番上台，统治者是保守派，变法派就倒霉；统治者是变法派，保守派就遭殃。每次一边上台，就会清洗对方势力，派系争斗成为了主要政事，百姓生活无人问津，最终搞得奸臣当道。宋王朝进入了它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，而就在宋王朝坠入深渊时，有一个民族即将崛起，他是谁呢？下一回女真建国要记得来看哟，喵。勾栏蛙蛇轮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靖康？周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煮粥能得几愁？春风有雨，江南云台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虹？寒塘不图登高，只难愁葫芦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正抚今白头。勾栏蛙蛇轮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
落日和两万公守天了。第123回，女真建国。自元佑更化之后，宋王朝就陷入到混乱之中，统治阶级昏庸腐朽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而此时宋的2个老对手辽和西夏也没好到哪儿去。西夏从第2代皇帝开始就都是年幼继位，皇室内斗不断，政权则完全旁落。北边的辽朝虽然国力雄厚，却无奈昏君辈出，为了享乐，快拿来！够不着，还给我！更是不断剥削本国百姓。这之中就有一个民族在辽统治过程中受尽压迫，那就是女真一族。女真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2人转，若保佑，小心的蘑菇，在他们那不仅特产珍珠，锵锵，还有猎鹰，对对，刚好这2样都是辽贵族们喜欢的东西。所以辽朝不仅要求女真喵给他们上供，嘿嘿，还动不动就打骂女真喵，蠢货，这是个谁都难忍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女真族迫切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带领他们摆脱辽的控制。气死老子了，我想忍了。这个重任落到了父喵的肩上，他就是完颜阿骨打喵。从阿骨打喵的太爷爷开始，就是女真的部落首领，所以他的身份十分尊贵。阿骨打喵天生大力，10几岁就擅长骑射，长大后更是四处征战，功勋卓著，最终成为了女真一族的首领。是不是很帅？帅吧？可惜在辽朝的眼里，阿骨打喵却啥也不是。在某次宴会上，辽皇帝就羞辱了他，爷，跳个舞来看看。我甚至还想干掉他。最后虽然命保住了，那也是辽朝觉得女真族根本不值得他们动手。你说气不气？气死我啦！于是乎，从那时起，阿骨打喵便积极准备对付辽朝，比如派出间谍打探辽中央的情况，我看那里有很多，比如修建堡垒，比如制造武器。可惜却被辽朝发现了。你干啥？这下就没啥好隐瞒的了。阿骨打喵干脆直接动手。不装了，来吧！公元1114年，阿骨打喵举起了反辽的旗帜，在他的领导下，女真军一路猛攻，而辽朝也派出了大批精锐部队，最终双方隔江对峙了起来。辽军这边装备充足，且兵力是女真军的近2倍，要正面对抗还是有点困难呐。于是阿骨打喵干脆选择原地睡觉。是。而辽军因为隔着一条河，也放松了防备。睡吧睡吧，不会打过来的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阿骨打喵竟然在夜里悄悄渡河杀了过来。猝不及防的辽军被打得丢盔卸甲，这就是历史上的
出河店之战。经过这一战，辽朝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。平时那些受辽朝压迫的部落也纷纷归附阿骨打喵，女真一族实力大幅增强。公元1115年，阿骨打喵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，这就是大金。至此，华夏大地上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，而反辽自立的达成，则给了阿骨打喵更大的信心。他的目标从抗辽转向了灭辽。那么接下来，辽金之间，谁才是最终赢家呢？下一回辽灭金星，要记得来看哟呀！勾栏蛙射轮苗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与谁共执掌？琼林玉殿着翻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人说金刚？手桥南北方，烟烛对阁楼。暖香如舟能得几首？春风有雨，江南云海依旧。问谁在重重青山外长坡？寒塘孤独登高，指南愁福如举金瓯。望不断，屋顶河边古筝抚今白头。勾栏蛙射轮苗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日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茫，书生西走一开歌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第124回，辽灭金星。辽朝末年，统治黑暗，辽百姓受尽了压迫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个民族建立起了反辽的政权，这就是大金国。而金国的领导者正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喵。在阿骨打喵的带领下，金国虽然战斗力强悍，但却穷得不行。作为皇帝的阿骨打喵住的是茅草屋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在土炕上跟大臣开会，甚至跟平民一起在河里洗澡，是真的艰苦呀。然而艰苦的日子却没有磨灭他的斗志。一定要灭了！不过
过斗志归斗志，辽朝毕竟是个100年大国，要掀翻它，金国目前的力量还是差了点儿。于是乎，阿骨打喵一边进军，一边优化自身实力，例如打压旧贵族，加强政权统治力，例如搞离间计。家人们还在忍受吗？快来呀！挖辽朝墙角，还派间谍去策反被辽朝压迫的喵民。记得动手弄他一下。这些措施都在不断增加金国的优势。而辽这边呢，虽然一直在吃败仗，但皇帝根本不当回事儿，总觉得金国只是个小角色。那个小丑很容易就搞定了。可惜阿骨打喵可不是吃素的。皇上又有一座城丢了，是吧？他这才知道紧张。算了，看我亲自取的，让他知道厉害。于是，一场大战开始了。当时辽军这边有70万，金军呢只有2万，这是不是太悬殊了点呀？幸好这时阿骨打喵使了个小手段，他演起了苦肉计。对方实在太强了，咱们不行的，你们杀了我，去投降吧！这一演简直把士兵们的怒气值点燃了。看老子灭了他们！可恶，跟着拼啦！金军一下子士气暴涨，而辽军这边虽然数量多，却毫无斗志。更糟糕的是，后方还出现了内乱。皇帝出来打仗，大臣却在首都搞事儿。我受够这个蠢货了，跟我一起反啦！吓得辽皇帝赶紧往回跑。快撤！跟我回去找回场子！这黑压压70万辽军刚到前线，却突然收到撤退的命令。什么？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。咋回事啊？这简直就是给阿骨打喵送经验了。于是他带着金军猛冲辽军。小的们，杀呀！小的们！70万辽军愣是被打得满地找牙。救命啊！史称布布达冈之战。经过这一战，辽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在失败情绪的笼罩下，辽国社会动荡不断，同时也加速了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，甚至出现了北辽和西辽这样的割据政权。而获得胜利的阿骨打喵则越战越勇。公元1116年，攻取辽、东京。公元1120年，攻取辽、上京。公元1122年，攻取辽、中京、南京、西京。雄居北方200余年的辽朝，在金朝的铁蹄下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最终于公元1125年完全覆灭，而金朝则继承了辽的所有遗产，同时也成为了三国中新的霸主。那么，在这个新的局势之下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下一回靖康之变，要记得来看哟呀！
125回，靖康之变。公元1125年，辽朝覆灭，取而代之的金朝成为了北方新的霸主，从此形成了金、宋、夏新的鼎足局面。而这也意味着宋的对手发生了变化。跟新兴的强邻金国相比，宋在经历了改革失败、党派斗争后，此时已经摇摇欲坠。而一对昏君父子的出现，更是加速了他的灭亡。这就是宋徽宗喵和宋钦宗喵两个皇帝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这爷俩拿的都不是正常皇帝剧本。首先，徽宗喵不是嫡长子，第11，又喜欢到处耍，本来就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，反正也轮不到我。但碰巧的是，他当皇帝的哥哥死了。更巧的是，哥哥还没留下崽儿，所以他就这么当上了皇帝。刚上位时的徽宗喵其实是想好好努力的，可惜他遇到了一个奸臣，这就是蔡京喵。蔡京喵是个投机高手。宋朝变法时，他拥护变法；宋朝推翻变法时，他又支持推翻变法。推翻，反正左右横跳。而在他的引导下，徽宗喵开始变得奢侈享乐。不工作实在太快乐了。那当然，及时行乐嘛。对百姓的生死全然不顾。宋朝本来就虚，这一搞简直雪上加霜。而在徽宗喵时期，也正是辽金交战阶段。看着辽被金揍得连连败退，宋也想参一脚，咱们一起给他一下。行吧。但即便是面对奄奄一息的辽军，宋却依然打不过，最后还是靠金帮忙，才得以全身而退。然而，这也让金搞清楚了宋的实力，所以当辽被金完全消灭后，也就轮到宋了。这可把徽宗喵吓坏了。不要过来啊！咋办呢？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只能这样了。这就是不做皇帝，辞职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他干脆拱自己的儿子上位。儿子，好好干。这就是钦宗喵。钦宗喵同样是个不靠谱的怂货。听到金军打来了，击打过来了，他就想逃跑。准备好了，快走！皇上，听到金军来责问了，你是不是想搞事啊？他赶紧赔礼谢罪。对不起，不是我的主意。皇上，军民们想拼死抵抗金军。皇上，我们一定誓死保卫国家。他则准备认怂求和。打个屁呀！赶紧送钱过去，让他们放过我们吧。极品呐！皇上啊！最终，于公元1126年，金军还是攻进了宋朝国都。宋至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作为皇帝的徽宗喵和钦宗喵也沦为了金朝的俘虏。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。而残余宋朝成员则逃往南方，重举了宋的旗帜。宋的历史从此被分为两节，
这之前的宋被称为北宋，到南方重建的宋就被称为南宋。南宋的建立标志着汉政权政治中心的南移，而金朝在占领中原地区后，对喵民进行了残酷统治，这也导致大批喵民由北方逃往南方，从而驱使经济文化重心跟着南移。在往后的100余年里，金朝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上风，但经济上却是南盛北衰的状态。那么，新形势下的华夏大地又将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说桥南北方言竹对阁楼，暖香如粥能得几手。春风又雨江南云海依旧，问谁在重出青山外长虹？寒塘土登高，指南愁葫芦举金瓯。梦不断，屋顶河边古筝抚今白头。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一语江山共谁来执掌？连水东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改革。落日河两万共守天乐。生肖流连翠环苗至锦绣，字字仙境穷舍风流。遥想仙尘痴愁，就似天心愁。又恨这中原的黄州太守，天下心有好梦，盼长久何曾是荒谬？却奈何清波作哑愁，不醉不罢休。清明帆波古旧乡，花市兰秀宋江。千秋文章能同几人赏？琼林玉殿烛焚香，宝马吊车至八方。盛景如常，何日说金汤？朝望千舟过大梁，十里彩旗朝阳。人物复返，浊酒高歌唱，是谁大幕一声？勾栏瓦舍论庙堂，樊楼两院欢喜让。灯火洋洋，万事谁流芳？便谁懂逝日夜梦，书生西走一改革。那云逐浪，只手守天光。